叶晨的一席话，当时让威尔·约翰逊在内的5人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哪能想到，自己忍辱负重被叶晨折磨到现在，原本还盼着叶晨能够放自己一条生路，可谁又能想到，叶晨竟然找来了华帮的老大，甚至还授意他们干掉自己。5人惊恐万分。威尔·约翰逊满嘴鲜血，含糊不清地说道：“叶先生，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求你饶我们一命。”叶晨笑道：“如果求饶有用的话，你手上根本就没有机会沾染任何人的鲜血和性命。回想那些被你杀掉的人，他们在死前求过你吗？”说罢，叶晨没有理会威尔·约翰逊，而是将枪直接塞到倪大伟的手中，冷声道：“还愣着干什么？”看着眼前的手枪，倪大伟表情格外挣扎。对燃烧天使，倪大伟自然有着深仇大恨。可是，真当叶晨把枪递到他手中的时候，他又开始莫名的紧张起来。他在华帮摸爬滚打，混了很多年，虽然也经常与人争强斗狠，但亲手杀人，这还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叶晨忽然把枪递给他，还提醒他这枪里有5发子弹，其用意已经再明显不过，就是让他拿起枪，一枪一个把这5个仇人全部干掉。倪大伟心中不禁开始担忧，他在想，如果自己真在这里开枪杀掉这5人，那自己的后半生是不是都要在警方的追击以及燃烧天使的追杀下艰难度日？毕竟他丝毫不觉得华帮在燃烧天使面前有什么胜算，即便是一个燃烧天使他都完全招架不住，就不用说燃烧天使后面的意大利人了。可是叶晨方才的一席话也确实深深地刺激到了他。华帮在自己的带领下没能走出唐人街也就算了，现在还被对方杀得丢盔弃甲，现在整个唐人街已经完全成了燃烧天使的地盘。自己若是就此跑路，华帮也会彻底成为历史。到时候不仅那些死去的弟兄死不瞑目，就连整个唐人街的商贩也会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时间，倪大伟体会到了这辈子不曾体会的纠结与挣扎。叶晨见他迟疑再三，心中已然有些失望，冷声道：“无勇无谋，踌躇不定，畏首畏尾，犹豫不决。有你这样的老大，实在是华帮乃至整个唐人街的一大憾事。”倪大伟当时羞愧难当，可依旧没在两者之前做出选择。就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旁的强仔忽然走到叶晨面前，伸出一只手，坚定不移地说道：“叶先生，把枪给我吧，我来。”陈兆忠微微一怔，看着他眉头微蹙地问道：“强仔，要是杀了人，你在美国可能就再也待不下去了。”不要紧的，钟叔。强仔握紧拳头，认真道：“钟叔，如果不解决掉他们，我留在美国也只能继续受他们的欺辱，继续任由他们压榨。更何况他们本身就该杀，而且我本身就是一个黑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大不了干掉他们就找船离开美国。我宁可以后再也不回来，也绝咽不下这口气。”说罢，他咬紧牙关，厉声道：“只是我离开美国之前，一定要拼出命去多杀他们几条人命，为唐人街死去的同胞报仇。”陈兆忠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忍了回去，只是下意识看向叶晨，等着他开口。叶晨看着强仔，非常严肃地说道：“强仔，如果你开了枪，你还有2条路可以选。第一条路，我安排人连夜送你离开美国，像你说的那样，永远别再回来。”说到这，叶晨微微一顿，语气也提高了几分，继续道：“至于第2条路，就是留在这里，杀更多该杀的人。”强仔表情茫然地问叶晨：“叶先生，您说的第2条路是什么意思？”
叶晨表情严肃，语气坚定地说道：“留在这里，我助你组建一个新的华帮。从今日起，凡如你者，杀之；凡如你手足、如你同胞者，你亦杀之。”强仔整个人愣在当场，犹豫数秒之后，他的眼神逐渐变得坚毅，重重点头道：“叶先生，我选第2条。”叶晨提醒道：“一旦你选了第2条，你这辈子恐怕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你真的确定要这么选吗？”强仔不假思索地说道：“叶先生，我确定。”说罢，他看了一眼倪大伟，认真道：“大伟哥是个好人，但不适合统领华帮。我在唐人街这些年，眼看着华帮越来越羸弱，眼看着同胞越老越一盘散沙，眼看着那帮洋鬼子越来越得寸进尺，心里确实不甘。倘若我能有机会领导华帮，一定要尽全力让华帮发展壮大，让它成为纽约甚至全美没人敢惹的存在。”叶晨点了点头，看向陈肇中，问道：“钟叔，您的意思呢？”陈肇中轻叹一声，开口道：“既然强仔自己已经做出选择，那属下自然支持。强仔的性格我了解，做事果断干脆，胆识过人，确实比大伟更适合领导华帮。而且有少爷相助，属下也相信强仔定然能在少爷的帮助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叶晨微微颔首，他看得出陈肇中并不希望强仔走上这条路，但他相信陈肇中也一定能与自己一样，看得出强仔的内心深处早已经做出选择。于是他看着表情尴尬的倪大伟，问道：“倪先生的意思呢？”倪大伟咳嗽2声，支支吾吾道：“如今华帮成员死的死，逃的逃，叶先生想扶持强仔当华帮老大，可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怕是很难发展下去。”叶晨冷声道：“倪先生看低自己，唱衰他人，只会让你沦为一个自怜自哀的怨妇。他会降低你的眼界，拉低你的格局，让你沦为一无是处的垃圾。你仔细想想，强仔若是失败，对你有什么好处？能让你放心大胆地从发廊里走出来吗？能让你重新成为华帮大哥，在唐人街叱咤风云吗？”叶晨说到这里，不待倪大伟回答，便继续道：“我告诉你，不会的。强仔若是失败，你要么这辈子不离开你那情人的发廊，要么这辈子都能重回唐人街，而且你这辈子都不会再有翻身的机会。”随即叶晨看着他反问道：“如果强仔成功了呢？若是你退一步，你还能正大光明地继续在唐人街生活；若是你进一步，说不定你还能成为华帮的核心骨干。孰轻孰重，孰优孰劣，我相信你自有考量。”倪大伟听到这里，心中羞愧难当，他确实不看好强仔。另外，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欢迎观看订阅。